不发奖金，这鞋你自己踩。什么空降的新厂长，不过是初出茅庐的毛头小子。告诉大家伙儿，今天镇上不把上个月的奖金发下来，谁也别碰缝纫机。廖组长，这位就是镇里新派来的陆厂长，大伙儿赶紧开工吧。月底交不上便民社的货，咱们都得喝西北风。张主任，不是我不给面子，没有奖金，大伙儿这手啊，他抖，做不出好鞋。1寸3针，线系歪斜，鞋帮左右差了半公分。廖组长，这就是你吹嘘的20年手艺。小子，老子踩缝纫机的时候，你还在穿开裆裤呢，轮得到你教训我？规矩，我只说一遍。从今天起，青石鞋厂废除大锅饭，实行按件计工，次品全额赔偿。厂子不能养闲人，老资历没法替劣质善品兜底。好你个陆川，裁缝组的兄弟们，收拾东西，咱们走！我倒要看看离了我们这些劳苦干，你这破厂长怎么拿空机器变出鞋来？你可别意气用事，7天后就是交货期，你把老五气走了，这厂子明天就得关门呢。快去给他认个错！关门，我要的就是他走。今天不走的，我保证，你们月底拿到的钱比我还多。剩下这10几个全是打杂的学徒和女工，500双鞋，咱们拿命填也交不上便民商的差呀。张主任，没有那些蛀虫，这厂子才算活了。留下的各位听好，之前你们拿死工资，1个月18块，今天我立个新规矩，按件计工，1双合格的鞋，手工费3毛，上不封顶，交货当天现金结账。3毛，一天要是能做10双，1个月不就90块了，抵得上厂长工资了。陆厂长，只要真能给现钱，我不睡觉也能干。可是没老裁缝划线，我们连鞋帮子都裁不起。手艺当垄断的时代，从今天起结束了。林小燕，把东西推出来。厂长，这是什么铁疙瘩？这叫标准冲压模具，不用你们划线，不用你们有10年手艺，布料垫好，摇杆压下，出来的鞋帮分毫不差。真的分毫不差。厂长，我们也能做打工了。我也来试试，90块，姐妹，今晚不睡了。这才刚刚开始。陆厂长，不能再由着他们这么造了，这都第2天了，您快来看这堆废料吧。怎么回事？您定下的规矩太严了，车线不能歪1毫米，胶水不能溢出半滴。乡亲们做惯了糙活，一紧张手全哆嗦了。您看看这筐里，全是被质检刷下来的废品，再这么废下去，咱们库里的那点料子连1个星期的量都撑不住。厂长，真不是咱们不卖力气，我李桂花在镇上做了20年布鞋，从来是一手捡样子，一手纳鞋底。现在您让咱们卡着表做这种洋气皮鞋，还要做的一模一样，这不是难为老实人吗？李大姐，你做1双以前的布鞋，从剪裁到成型要多久？手脚再麻利也得小半天啊。现在呢？现在光是对齐这块皮子，我这眼睛都快定瞎了，一天也出不来3双合格的。您看看大伙儿，这2天全憋着一肚子火呢。张主任，把废品筐里的鞋拿出来，摆在桌子上。李大姐，这双鞋是你做的，问题出在哪？鞋面车线歪了，可是我鞋底粘得很牢啊。这双呢？林小燕，你做的。厂长，我车线很直的，就是最后刷胶水的时候手一抖，溢到鞋面上了。张主任，看明白了吗？明白什么？全是不合格呀！规矩我只说一遍，从今天起，青石鞋厂彻底废除1个人做1双鞋的老规矩，全部改组，实行专岗专责的流水线作业。流水线？啥叫流水线？李大姐，你手稳力气大，从现在起你什么都不用管，专门负责用模具裁剪皮料。只裁皮料，那鞋底谁拿？胶水谁刷？林小面年轻眼力好，专门负责缝纫下车线；老张头手感准，专门负责刷胶；王婶负责把成品装盒。厂长，这能行吗？这鞋拆成一块块的，谁也不见全貌啊！这叫工业化分工。李大姐裁好50片皮料作为缓冲库存，直接传给林小燕的车线工位。林小燕车完30双鞋面，再转给刷胶工位。每个人不要去想1双鞋怎么做，只管把自己手里的这一道工序闭着眼睛做到极致。
大伙儿听见厂长说的了吗？按照新分工，赶紧动起来！齐了，真是齐了！陆厂长，您这招是神仙点化呀！废料率降下来了吗？何止是降下来，您看李大姐现在闭着眼睛一刀下去，那皮子裁得分毫不差。小样那车缝机裁的缝线简直像拿尺子画出来的一样。厂长，您这法子绝了！现在我就专管裁皮子，这手感越练越熟，一天裁500双都不觉得累。是啊，厂长，李婶那边裁好了就堆在我这筐里，我只管拿起来就缝，缝完就往下一推，根本不用停下来换工具，太顺手了。前2天因为不熟练产生的废料，就当是给你们交的学费。现在肌肉记忆形成了，速度自然就提上来了。厂长，照咱们现在这个流水线的速度，一天轻轻松松出产600双和平饼，全厂一天的废料还装不满一个小纸楼。咱们那批加急订单提前交货，绝对有戏。这只是初级流水线，等大家把这一步的熟练店练到顶峰，我会给每个增加秒表，精确计算每个环节的停留时间，让上游和下游的缓冲物料永远保持平衡。还要掐秒表，我的老天爷！那咱们这破瓦房里的乡镇厂子，岂不是比省城的大厂还要先进了？青石鞋厂的规矩，要么不做，要做就要做标准。流水线跑通了，接下来该让那些瞧不起我们的人看看咱们的厂子了。7天到了，张主任，我今儿可是专门来看笑话的。怎么样，500双鞋做出来几双啊？哼，是不是布料全让那帮老娘们给剪烂了？老五啊，你自己看吧。这不可能，500箱全做完了。肯定全是不合格的次品。便民社的刘干事来了，刘干事，您可得睁大眼睛，这都是没出师的学徒做的，穿上就得掉底子。哼，廖老五，你少在这说风凉话。陆厂长，我来验货。刘干事，请。刘干事，您看这针脚，这鞋底，这鞋底儿怎么了？这缝线怎么了？廖老五，你以前带人做的鞋，左脚比右脚大，针脚看心情。你再看看人家陆厂长交的货，500双鞋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这才是我们要的商品。刘干事，工业品讲究的是品控定额，不是个人发挥。这批货您满意吗？非常满意，这是尾款300块。另外，我再追加2000双的订单，下个月交货。陆厂长，2000双的大单子，就凭李桂花他们几个根本吃不下。这样吧，我带兄弟们回来，大工5毛1双，之前的奖金你也得给我补齐。青石鞋厂的庙小，容不下你这尊拿技术要挟工厂的大佛。陆川，你敢开除我？信不信我让你在青石镇寸步难行？厂规我只说一遍，在我的厂里，能力决定位置，不按资排辈。你要想回厂，从剪鞋店的学徒做起，一件1毛。你给我等着！哟，几天不见，陆厂长这官位够大的呀。何丽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在垃圾堆里当大王，感觉不错吧？我来看看我这前男友有多大本事。听说你接了2000双的订单，真不凑巧。全镇便民社加上纺织厂的白帆布，昨天全被我买断。没米下锅，我看你拿什么交差？陆川，别硬撑了。刘干事要的是白帆布鞋，现在整个青石镇的白帆布都在我手里，你求求我，按竞价翻1倍，我全转给你，就当是看在咱们好过一场的份上。翻1倍，何丽，你当倒货当上瘾了，算盘打到便民社订单头上了。少拿大帽子压我！现在是商品经济，我有本钱囤货，你就得乖乖认宰。3天后交不出货，便民社不仅要罚你违约金，这破厂长你也干到头了。何小姐说的对，陆川，没有白纱布，你拿树叶子给便民社做鞋啊？现在低头认错，求何小姐把布卖给你，再请我回来当车间主任，这事儿还能糊弄过去。规矩我只说一遍，青石鞋厂
不吃倒牙的嗟来之食，更不受刺头的敲诈勒索。死鸭子嘴硬，好啊，我倒要看看你拿什么交差。张主任，纺织厂上个月是不是积压了一大批做劳保服的蓝黑劳动布？是有这事儿，那布又硬又粗，做衣服做一磨皮肤，全堆在仓库里生潮呢。1尺才要8分钱，连白帆布的一半都不到。可那是劳动布，不是帆布啊！去，给我拉500匹回来。何丽，你的白帆布留着自己盖大棚吧。陆厂长，拉回来了，可大伙儿都在看笑话呀。便民社要的是小白鞋，你弄着蓝黑的粗布，做出来的鞋像个煤炭工穿的，谁买呀？张主任，你就等着被撤职吧。拿劳动布做时装鞋，陆川这是急疯了，破罐子破摔呢。厂长，这布太厚了，冲压机倒是一下子能裁开，可缝纫机吃不透啊，容易断针。缝纫机吃不透，那是机针型号不对。林小燕，去把所有的机针换成重型双针。李桂花，在这双蓝黑鞋帮的两侧加上2道白色双车线，鞋头用橡胶加厚定型。加上白线，这看着怎么有点像城里画报上那些城里人的打扮，看着真精神。80年代的青年人下地要干活，进城要体面。白帆布不耐脏，劳动布耐磨又抗造，这叫工装潮流。从今天起，机器连轴转，3班倒。陆川，你这是跟我玩花架子呢？我订的是白布鞋，你给我拉了2000双这蓝黑色的粗布疙瘩，这鞋卖给谁去？刘干事，您别生气，陆川他没本事进到白布，非要拿翠品充数。您看，我跟廖师傅连夜组织了一批老手艺人，给您赶制了500双正宗的小白鞋。刘干事，这可是纯手工一针一线缝的，绝对靠谱。您直接把陆川的单子退了，交给我们干。陆厂长，这事儿你办得不地道啊。刘干事，鞋是用来穿的，不是用来供着的。张主任，拿盆泥水来。啊，泥水来了。廖老五，把你那纯手工的小白鞋扔进去，再把我的鞋扔进去。哼，扔就扔。小白鞋脏了洗洗就行，你这煤黑鞋洗都洗不出来。拿刷子，各刷10下。哎呀，廖老五，你这白鞋的鞋帮怎么刷脱线了？而且这泥印子根本洗不掉啊！再看陆厂长这双，泥水一冲，拿干布一擦，跟新的一样。而且这白线点缀的比小白鞋还时髦啊！工业品的核心就是实用，这叫轻实工装鞋，下地耐脏，上街体面。刘干事，这2000双你收还是不收？给我拿一双便民社新上的那个轻实工装鞋，我儿子在砖窑厂上班，穿这个1个月都不破。给我也拿一双，这鞋面上的2道白线真洋气，比那种死板的小白鞋好看多了。大家别挤，按票排队。陆厂长神了，2000双一天就抢空了，我还要再加1万双，只要你这种劳动布的。刘干事，那我的白帆布鞋呢？我这还有500双呢。何小姐，你那些鞋针脚不齐，一过水就变形，顾客都来退货了，你自己拉回去吧。陆川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劳动布能火？你故意坑我买下全镇的白帆布，现在白帆布价格暴跌，我压了整整1万块钱的，你要逼死我吗？何丽，做生意靠的是脑子，不是投机倒账。你抬高物价卡工厂的脖子，这叫咎由自取。何小姐，别慌，他陆川不就仗着有个破印压机吗？没那台机器，他一天连100双都做不出来。老五，你的意思是？只要这模具在我手里，走，我找个铁匠照样打一个。明天一早，它的流水线就得变成死水沟。厂长，不好了，机器上的冲压模具不见了。今天的1万双订单马上要开工了，没了模具，几10个工人只能大眼瞪小眼啊！完了，肯定是有人眼红，报案，赶紧报案！厂长，我检查过了，锁是撬开的。作案的人很懂咱们的机器，专挑最核心的卡扣线。这还用问？肯定是廖老五，我这就带人去他家里搜。站住，张主任，不用搜。厂长，那咱们的订单怎么办？机器停1天，违约金咱们可赔不起啊！厂规我只说一遍，车间出了内鬼，绝不遮遮掩掩。林小燕，
去把我办公室柜子里那个真正的钢模拿出来。真正的厂长，难道昨天被偷的那个是一个废品？压！给我狠狠的压！有了这模具，陆川能接1万双，咱们也能接。五哥，不对啊，这压出来的鞋帮怎么长短不一？有的还把布直接切烂了。放屁！这是我亲手从他机器上卸下来的。是不是你这铁板垫歪了？继续压！别费劲了。工业设备的精度误差不到1毫米，你偷走的那个模具少了一个3毫米的减震重拳，每压一次，刀口就会偏移1分，压得越多，你的布料废得越快。陆川，你算计我！你是故意把废模具留在机器上的。你自己手脚不干净，怪不到别人头上。廖老五，工厂核心财产，加上毁坏大量布料，你的20年工龄救不了你。带走。放开我！陆厂长，我认栽。那些白帆布，我按进价的3折卖给你当里子布，行吗？我欠了一屁股债，陆厂长，你给我条活路。何丽，收起你的可怜相。青石鞋厂不接纳投机取巧的门路，你要还债，可以进厂当学徒，踩缝纫机，1分1毫自己挣回来。你让我去当底层女工，我不干就滚！今天蛀虫彻底清除了，我宣布，李桂花升任生产车间技术主任，基础工资60，计件另算。女主任，厂长，我一个女工，我怕我干不好。咱们青石鞋厂的规矩就一句话：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，甭管你啥出身。陆厂长，大喜事！县里打电话来，咱们的工装鞋在周边3个县都卖疯了。省轻工业厅下个月要办全省相近企业产品交流会，特批了咱们青石鞋厂1个摊位。产品交流会，对，只要能在会上拿到省百货大楼的订单，咱们厂就能从乡镇级升级为县属重点企业。不过，听说市里第1鞋厂的代表也去，他们放话了，要把咱们这种乡下泥腿子厂赶出省城。泥腿子，那就让他们看看咱们这泥腿子是怎么一步步踩进省城的。廖师傅，你这关了半个月，受苦了。青石镇那个姓陆的太嚣张，居然敢把咱们县大厂的市份额抢了1半。赵厂长，您把我保出来，这恩情我记一辈子。陆川那小子就是靠着劳动部工装鞋钻了空子，这工艺我门清，只要您给我条生产线，我保证把他挤兑破产。好，我给你配50个熟练工，布料咱们县里管够。赵厂长，廖师傅，算我一个。陆川让我在车间里踩缝纫机，我手都磨起泡了，这仇我非报不可。陆川不是马上要推秋季新款吗？你只要把他的新款图纸和打版参数弄出来，我不仅给你双倍的钱，还让你来县大厂当干事。大家听说了吗？县鞋厂正在招工，底薪直接给80块，还包分配职工宿舍呢。哎，咱们在这儿没日没夜的计件，连个铁饭碗都混不上。80块，我的天，那比咱们在这儿累死累活强多了。可是陆厂长对咱们不薄啊，那叫榨取剩余价值。你们想想，廖师傅现在是县鞋厂的主任，只要跟着他过去的，全给正式工编制。明天一早有客车来接，谁想去的赶紧报名。何丽，你在这儿煽动什么？厂长好心收留你，你居然背地里挖墙脚！李桂花，你愿意当陆川的狗，我们可不愿意，大家说是不是？是谁对青石鞋厂的待遇不满意？陆厂长，人往高处走，县大厂条件好，大家想去
你没权利拦着吧？陆厂长，这可使不得呀！合力带着10几个熟练工要走，这一走，咱们秋季新款的流水线可就停了。规矩我只说一遍，青石鞋厂来去自由，想走的我绝不拦。但你们今天只要跨出这个大门，就算以后县大厂倒闭了，你们求着回来，青石鞋厂也绝不收留。笑话，县大厂可是集体单位，会倒闭？大伙儿别听他吓唬人，咱们走。这下生产线瘫痪了，图纸还没下发，工人先跑了一半。厂长，我留下，就算一个人干3个人的活，我也把新款赶出来。我也留下，设备我一个人盯着。张主任，毒瘤不用慌，由自己切除了是好事儿。林小燕，把新款的图纸拿到我办公室，换一把新锁。新款图纸，陆川，这可是你自找。廖师傅，这就是陆川还没来得及下发的秋季新款加厚硫化胶底棉鞋。好，太好了，我看过了，这鞋型不仅保暖，而且款式洋气。老赵，咱们马上进橡胶，把青石镇的布料都包圆了，抢在陆川前面付货。好，全线开工，咱们定价比他便宜2块钱，我看他陆川这会卖给谁去？廖师傅，那我的干事位置……放心吧，何干事，等陆川一破产，咱们就去青石镇放鞭炮。不好了，陆厂长，图纸被盗了！县大厂今天早上突然推出了跟咱们一模一样的棉鞋，定价才5块钱一双，便民社的订单全被他们抢走了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县大厂最新款胶底棉鞋，大厂品质，只要5块钱一双，比那个什么青石小作坊便宜多了。哟，真便宜，给我来2双。哟，陆厂长，怎么有空来逛街呀？看看，这都是按照你的好图纸做出来的，卖的多火啊！你们厂的仓库现在应该堆满了卖不出去的废品吧？何丽，你知道为什么青石鞋厂的图纸锁在抽屉里，偏偏抽屉锁一撬就开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何丽，别听他虚张声势，他这就是嫉妒。陆川，你那破厂子还有几天发工资啊？赶紧关门大吉吧！廖老五，你当了20年手艺人，难道没看出来那张图纸上的橡胶配比有什么问题吗？配比不就是普通的生胶加硫磺吗？能有什么问题？你少在这儿装神弄鬼。再过2天就是87年的第1场寒潮了，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陆厂长，你到底在等什么？咱们车间这几天全在做这批带毛边的皮靴，也不去便民社抢生意。县大厂已经卖出去3万双棉鞋了。张主任，那张图纸上的配比叫高硫化硬胶，在20度以上的天气，它很有弹性，但只要气温降到0度以下，没有进口的恒温压合机，那种胶底就会变成一块脆冰。厂长，你是说他们生产的那3万双鞋，天一冷就会一踩就碎？厂长，怪不得你故意把那张淘汰的废稿锁在最显眼的地方，你早就猜到合力会去偷。任何不顾品控盲目抄袭的量产，都是在给自己自断后路。张主任，把咱们真正的新款防滑牛筋底皮靴装车。好嘞。听，起风了。什么狗屁大厂！大家看看，这鞋穿了不到半天，刚下雪，鞋底直接断成2截，我脚底板都冻出血了，退钱！骗子，假冒伪劣，砸了他们的招牌，退钱！大家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！廖老五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图纸明明是那个配比，怎么一动全断了？何丽，是不是你偷错图纸了？廖老五，你血口喷人！图纸是你亲自审核签字投入生产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赵厂长，你们县大厂这次可是坑苦了我们便民社，3万双鞋全部召回，违约金和罚款1分都不能少。3万双，这可是咱们厂大半年的利润啊！廖老五，你个害人精！从今天起你被开除了，所有的损失你必须承担。老赵，你不能过河拆桥啊！老赵，
何丽，你把当初答应给我的2000块钱提成给我，我现在背着几千块的罚款，把房子都卖了来赔钱，你得救我！救你？我哪来的钱？我也被谢大厂赶出来了，现在连饭都吃不上，滚开！你不给钱，我就去制服队告你商业机密。这就摇起来了。陆厂长，我错了，我彻底服了，你那阳谋太毒了。你故意留个破绽坑我们啊！你大发慈悲，借我点钱还债吧。商场如战场，我给过你堂堂正者比拼的机会，是你自己选择了做贼。陆川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贪慕虚荣，我不该背叛你，你重新收留我吧，我愿意回厂里给你当牛做马。我早就说过，厂子不能养闲人。吃吧。桂花姐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该骂你，不该怂恿大家走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陆厂长说了，厂里不收叛徒，但如果你愿意学好，去镇上的鞋底修补摊帮忙，1个月给你15块钱糊口。修补摊儿，就在大马路上给人补鞋？你要是嫌丢人，就继续在这儿饿死。陆厂长说，靠自己的双手吃饭不丢人，靠投机倒把才是真丢脸。我干，我补鞋，我去摆摊儿。陆厂长，大获全胜啊！县大厂那批废品一出，周边市场全被咱们的牛筋底皮靴占领了。厂长，咱们现在日产量已经突破3000双了，工人们的干劲儿都足得很。好，但这还不够。这还不够，咱们已经是镇上最赚钱的企业了。乡镇称霸不是我的目标。张主任，下周的省轻工业厅产品交流会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批文下来了，但是听说这次省城百货大楼的采购会只认品牌，咱们青石鞋厂没有注册商标，按规矩只能在角落里给那些大厂成代工，贴别人的牌子卖。代工？咱们自己设计的鞋，自己生产的，凭什么贴别人的名字？青石鞋厂不当任何人的代工厂，我们要做自己的牌子，让咱们的鞋印堂堂正正的踩进省百货大楼的大门。林小燕，把压箱底的样品拿出来。咱们进城。欺人太甚，真是欺人太甚！陆厂长，你看看展会组委会给咱们分的地方，这可是挨着公共厕所的过道，来来回回的人全捂着鼻子走，谁会停下来看咱们的鞋？就是啊，省属第1鞋厂的展位就在正中央的大厅，铺着红地毯，还摆着鲜花。咱们这儿连个灯泡都不给扯，太看不起咱们乡镇企业了。哟，这不是青石镇来的泥腿子代表吗？怎么嫌地方不好？你是哪位？鄙人省属第1鞋厂厂长钱万里。老张啊，你们一个连牌子都没有的乡镇作坊，能进省城展览馆呼吸一下省城的空气，就该感恩戴德了。哼，怎么着，还想跟我们大厂抢风头？钱厂长是吧？好位置靠的是产品硬，不是靠组委会的施舍。鞋好不好，脚知道，不是红地毯说了算。大言不惭！哼，你们那种人穿的破布鞋、糙皮靴，白送给省城人都没人要。我告诉你们，今天省百货大楼的孙经理要来大采购，30万双的指标，你们就在这厕所门口好好闻着味儿，看我们怎么拿下大单吧。张主任，别发牢骚了，把咱们带的横幅挂上，准备开张。厂长，这地方连个鬼影子都没有，咱们开张给谁看啊？陆厂长，整整1上午了，咱们连1双鞋都没推销出去，再这么下去，咱们连回城的油钱都赚不够。陆厂长，认清现实了吗？没有名气，没有招牌，你们的鞋就是一堆废橡胶。不过呢，我看你们的做工还算凑合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指条明路。钱厂长有何指教？做我们省1厂的代工厂，你们的鞋按2块钱1双出厂价给我，我贴上金星牌的招标，拿到百货大楼去卖10块。我吃肉，让你们青石鞋厂喝口汤。
怎么样？2块钱，这连本钱都不够啊！你们拿去贴个标就赚8块，这是吸血！老张，别给脸不要脸！就你们这没名没分的乡镇厂，不给我们大品牌代工，明天就得饿死！答应代工，这合同现在就签。青石鞋厂的工人流的汗，绝不给你们这种空壳子做加衣。青石鞋厂永远不做代工，我们要卖就挂自己的牌子。自己的牌子，笑话！你们那破牌子谁认识？陆川，你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只要有我钱万使在，今天展会上，你一双鞋都别想卖出去。厂长，千万里放出话了，谁敢买咱们的鞋，就是跟省一厂作对。几个来问价的各开户都被吓跑了，咱们真白来一趟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张主任，东西买回来了吗？买回来了。可陆厂长，咱们卖鞋，你让我买大铁锤和钢钉干啥呀？砸招牌。林小燕，把青云牌劳保皮靴摆上台。李桂花，敲锣。各位省城的顾客，各位采购商，看累了花拳绣腿，今天给大家点真格的青石鞋厂最新研制青云牌钢包头防砸皮靴。张主任，上锤子。厂长，真砸呀，这可是好皮子啊！砸。好嘞，80磅的铁锤，大家看好了。我的天，这么大的铁锤砸下去，鞋都没变形，这要是穿在脚上，砖头砸下来也不怕呀。好一双铁甲鞋，防砸防刺刺，重量却只有普通劳保鞋的1半。这位小同志，你这鞋里藏了什么玄机？张主任，拿锤子来。鞋头里有一层薄钢板，比铁皮还轻，但砖头砸不扁。鞋底加了一层高密度防刺布，钉子扎不透，碎玻璃也扎不穿。这层布是咱们省纺织研究所的新东西，比老棉布贵2毛钱，但能保你脚底板不出血。太棒了！我们省矿工管理处和建筑公司正缺这种高标准的防护鞋。孙经理，您别被这小子骗了。老钱，你怎么过来了？孙经理，这叫陆川，是个下面乡镇的投机倒把分子。他这鞋看着结实，里面用的全是劣质有毒的废旧橡胶，穿久了烂脚丫子。您可千万别买他们的，还是看我们省一厂的金星牌吧，咱们可是几10年的老关系了。有毒橡胶，陆厂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钱万里，为了搞垄断，你连脸都不要了是吧？你说我的鞋是废胶，张主任，拿一把工业剪刀来。怎么，你还想动粗？我今天就当着全省采购商的面剖鞋验心，把你省一厂的鞋和我们青石厂的鞋当场剪开，敢不敢？大家都做个见证。老钱，既然陆厂长提出当众验鞋，你作为省一厂的厂长，应该不会怯场吧？剪就剪，我省一厂几10年的金字招牌，还怕你一个乡镇作坊？把我们最新款的皮鞋拿过来。张主任，动手。大家看清楚了，这是我们青石鞋厂的切面，纯天然乳胶1塑发泡中底，双层真皮缝合，没有任何工业胶水的刺鼻气味。确实，这纹理、这厚度是真材实料。再看看钱厂长引以为傲的省级大厂产品。哎呦，大家快看，这金星皮鞋的鞋底夹层里怎么全是厚纸板啊？怪不得我上个月买的金星皮鞋一踩水就发臭变软，原来里面塞的是纸壳子，黑心啊，太黑心了！孙经理，您听我解释，这是为了减轻鞋的重量，这是新型工艺。拿纸壳子糊弄老百姓，这也叫新型工艺？老钱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从今天起，百货大楼全面下架你们厂的产品。孙经理，你不能这样啊！陆川，你敢砸我的饭碗？是你自己砸了自己的饭碗。市场不认资历，只认良心。陆厂长真是后生可畏啊！30万双的采购订单，我决定全部交给你们青石鞋厂。30万双，我的老天爷，那得赚多少钱呀？厂长，咱们不用回镇上挨饿了，咱们的鞋进百货大楼了。谢谢孙经理的信任。不过陆厂长，按省里的商业规定，进驻百货大厂的产品必须拥有商标管理部门核发的注册商标权。你们青石鞋厂合同我还是没法签。
孙经理，您忘了吧？他们就是个乡下泥腿子，连字都不认识几个，懂什么叫商标注册？陆川，没有商标，你的鞋就是三无产品，30万双的大单，你吃得下吗你？哼！谁说我们没有？1个月前，我就向商标管理部门提交了申请，这是正式下发的商标注册证。青云，好名字啊！青云直上，大展宏图。不可能！你一个乡镇厂长，怎么可能提前懂这些？这不可能！钱万里，时代变了，你的优越感该收一收。未来的市场属于懂规则、守规矩、靠质量说话的实业家。孙经理，您签字吧。陆厂长，咱们青城了，咱们青石厂真的把牌子立起来了。这只是开始。收拾东西，回青石镇。厂长，回去之后，接下来咱们该建新厂房，上全自动化流水线了。工友们，整30万双的省城大订单，咱们青石鞋厂彻底翻身了！从今天起，连着吃3个月大肉包子，厂里报销！太好了，张主任，咱们这回光提成就能拿好几百块吧？我都盘算着给我家小子盖砖瓦房了。高兴完了吗？高兴完了就开会。张主任，按咱们现在的产能，一天连轴转能做多少双？3班倒，顶天了3000双。30万双订单，合同交货期是45天，一天3000双，45天就是13万5千双，剩下的16万双，你打算画在纸上交给省百货大楼吗？对啊，就算把全镇的缝纫机都搬来，45天也做不出30万双啊，厂长，那咱们不是要面临天价违约金了？这可咋整着？违约金可能闹不完。所以，我们要扩建厂房，买全自动化流水线。进口的束书机和缝合机，一台能顶50个熟练工。进口机器那得多少钱呀？咱们账上就算把底库当了，也就凑个几万块钱。100万。100万！我的老天爷，把咱们整个青石镇卖了也不止100万啊！厂长，这钱从哪儿弄啊？去找最不差钱的地方。张主任，拿上合同，去农商办事处。陆厂长，不是我不批这笔贷款。100万，这不是小数目。你们青石鞋厂就那么几间破瓦房，几台破机器，拿什么抵押？拿这个抵押，省百货大楼的30万双采购合同。哼，合同是一张纸，万一你们做不出来，这纸连擦屁股都嫌硬。陆川，我跟你交个实底吧。省属第一鞋厂的钱万里钱厂长跟我打过招呼了，你们得罪了省里的大厂，这笔钱全县没有哪家银行敢借给你。侯主任，农商办事处是国家的钱袋子，不是钱万里的私人金库。你觉得钱万里能一手遮天？年轻人，别太气盛，这门生意你吃不下。侯主任，你看清楚合同上的付款条款。这30万双鞋已经支付了30%的预付款，整整30万，3天后就会打进我们厂的对公账户。我今天来，不是求你借钱，是来给你送政绩的。30万的现金预付款，这30万，只要你给我开具100万的银行程度汇票，我可以用这30万做保证金。你们农商办事处不仅能拉到30万的活期存款，还能赚取汇票的手续费。如果汇票到期我们还不上，百货大楼的尾款直接打到你们农商办事处的账上对冲。你不仅没风险，还能赚手续费。拿下围的钱，跳动上游的货。陆厂长，你这脑子是怎么长出来的？一句话，这笔稳赚不赔的买卖，你侯主任接还是不接？不接，我马上带着30万预付款去对面的建设办事处。接，马上给你办。钱万里算个屁！送上门的财神爷，我能往外推吗？陆厂长，出大事了！别慌，慢慢说。 100万的机器已经订好了，下周就到。可是咱们的原料断了。断了？咱们不是一直从县皮革厂进牛皮和橡胶吗？县皮革厂的王老板刚才打电话说，不仅是他们，全省12家大型皮革厂和橡胶厂全部联合对咱们进行断供，说是一张皮子、1两橡胶都不会卖给咱们。
怎么不卖？我全包圆了吗？钱万里，你跑到我的地盘上来撒野。陆川，我承认你小子有种，连侯主任都能被你忽悠的开出100万的用票。哼，有钱买机器好啊，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。我已经代表省一厂，用双倍的价格买断了全省3个月的原料产能。钱万里，你这是恶意竞争！你囤那么多原料，你们省一厂用得完吗？用不完，我堆在仓库里沤烂了，我也乐意。陆川，30万双的订单，没有皮子没有底，你拿空气去做啊，交不了货，百货大楼的违约金就能让你进去蹲一辈子。跪下来求我，把青云牌的商标转让给我，我或许能赏你几张碎皮。做实业靠的是技术升维，不是靠囤积居奇的小丑把戏。钱万里，你花双倍价格囤的那些垃圾，很快就会变成你的烫手累赘。陆厂长，你们大老远跨省跑到我这个快破产的化工厂来，就是为了看这堆卖不出去的废料？陈厂长，这不叫废料，这叫聚氨酯合成镉，俗称 PU 皮。什么皮都没用啊！我这用化工原买鞋就认牛皮羊皮，看着亮堂，但是大家觉得不透气，根本没人买。厂子连工人工资都发不出了。传统牛皮厚重，容易变形，而且成本极高。PU 皮防水、轻便、耐磨，而且可以通过模具压出任何花纹，最适合做大规模的工业劳保鞋和运动鞋。你这仓库里的8万米 PU 皮，我全要了。全要了！陆厂长，你没开玩笑吧？这东西1米才1块钱啊！不光这8万米，我要和你签订长期的独家供应合同。你们化工厂的产能，我青石鞋厂全包了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你们调整配方，加上微孔透气技术。微孔透气，这技术我们有理论，但是一直没钱搞实验啊！我先给你打10万块钱的预付款，马上开工。都让让，都让让！进口的流水线进场了！哇，我的妈呀，这么大的铁骨头，这得比咱们村的拖拉机还复杂吧？这满篇的洋文，谁看得懂啊？厂长，机器是拉回来了，可是那个工程师因为水土不服，在省城住院了。咱们这几百号工人全是大老粗，这机器连个开关在哪儿都摸不着啊！机器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林小燕，出来！厂长，这半个月，我让你每天往省城图书馆跑，查词典。这台机器的说明书你背下来没有？背下来了。红色是加热阀，压力参数不能超过标准值的80%。我已经用中文把所有按键的标签贴做好了。从今天起，林小妍就是青石鞋厂的机械总工程师。李桂花，在。你挑选50个脑子活络的年轻工人，跟着林工程师学开机器。剩下的老工人负责后端的剪线头。开机。出血了！出血了！这1分钟就能压出来10双底子，太神了！怎么回事？怎么停电了？不好了，陆厂长，镇上的变电站超负荷跳闸了。供电站说最快也要明天中午才能修好。厂长，木塑机里的原料还在加热状态，如果停电超过2个小时，整台进口轨迹就全毁了。你小孩最后2万双这下全完了。慌什么？天塌不下来。张主任，去把镇上所有的拖拉机全给我雇过来，停在车间门外。拖拉机？要拖拉机干嘛？用柴油发动机带动发电机，把所有拖拉机的皮带连在一起。李桂花，组织全厂男工轮流去摇拖拉机摇把，今晚就算把全镇的柴油烧干，也得把这最后2万双鞋给我压出来。大伙儿听到了吗？这是咱们的命根子，跟我上！厂长，30万双全部装箱完毕。太壮观了！30辆大卡车，整整齐齐。陆厂长，你创造了咱们全省轻工业的奇迹啊！不仅提前1天交货，而且这质量、这新材料比牛皮还要轻便透气。孙经理，合同上的承诺，青石鞋厂只超额完成，绝不打折扣。好，第一批货昨天刚摆上柜台，3个小时就被抢空了。陆厂长，省商业厅的领导点名要见你，准备把你们青石鞋厂树立成全省的乡镇企业改革标杆。
你们干什么？凭什么查封我的厂子？我是大厂的厂长。钱万里，你高价囤积居奇，导致集体资产严重流失，涉嫌投机倒把和贪污受贿。不仅如此，你买断的那些劣质牛皮和废旧橡胶根本卖不出去，造成了上百万的坏账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不可能！陆川是怎么买到原料的？他不可能翻盘的。钱厂长，时代变了，想靠垄断和使绊子卡住实业的脖子，下场只有一个，就是被时代的车轮碾碎。陆川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张主任，开车回镇上，该给大伙发奖金建新宿舍楼了。哎，陆厂长，咱们青云加上上个月的尾款，账上趴着整整500万的净利润呢。工友们都沸腾了，大伙提议每人发一台黑白电视机，再给咱们厂包几辆大客车，组织全厂去首都旅游一趟，这叫衣锦还乡。是啊，厂长，咱们苦了这么久，现在全省的商场都在卖咱们的鞋，也该让大伙尝尝当大款的滋味了。旅游发电视机，张主任，青云这就到头了吗？这还不到头，省属大厂都被咱们干趴下了，咱们现在是全省第一啊！全省第一，在全国算老几，在全世界又算老几。这500万，1分钱都不许动。300万元，我要在厂里建一个全国最高标准的人体工学与材料实验室，请大学教授来当顾问。剩下的200万，全部拿去电视台买黄金时段的广告位。200万买个几秒钟的吆喝，陆厂长你疯了！那是咱们工人们一针一线踩出来的血汗钱啊，砸在电视机里，连个响都听不见。厂长，这步子是不是迈得太大了？咱们把质量做好就行了，弄什么实验室，打什么广告啊？靠质量，我们只能活下去；靠技术和品牌，我们才能站起来。如果今天我们沉迷于分钱享乐，明天就会有新的钱万里，用更先进的技术把我们淘汰。我要的不仅是青云的鞋卖出去，我要让青云这2个字成为大家叫得响的牌子。接下来我们要颁发的是本年度轻工业最高质量金奖，获奖者不是有着几10年历史的大厂，而是在乡村企业大放异彩，用极致的质量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感动了大家的乡镇企业。青云集团，有请青云集团董事长陆川先生上台。陆总他做到了。陆总，从一个濒临倒闭的乡镇小厂到今天广受认可的本土品牌，您最想对这整片区域的同行和消费者说点什么？很多人问过我，青云成功的秘诀是什么？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工艺或者绝密的配方？今天我在这里告诉大家，没有绝密，青云只有一条规矩。今天我把这条规矩说给全区域的实业人听。做产品不能只盯着利润表，要盯着老百姓的脚。一张皮子，1两橡胶，里面藏着的不仅是成本，更是一个企业的良心。如果你的鞋连你自己都不敢穿上去走泥路趟积水，你就没有资格把它卖给老百姓。品牌不是靠钱砸出来的商标，而是在泥泞里走出来的丰碑。本土制造要走向世界，绝不能靠低劣的抄袭和廉价的代工。我们要用最好的材料、最严的品控、最硬的骨头，挺起本土实业的脊梁。青云永不作假，本土品牌当自强。